大家好，我们来聊一下最新的内容。首先第一条呢是央视再请肖战，肖战新剧呢官宣搭杨超越，余生呢或定档明年1月。第二个是肖战代言产品上线1个小时，销售额达到500万，全国各区全面售罄。然后第三条新闻呢是肖战身上的4个缺点很致命，粉丝表示呢最后一个难改。首先10月31日，赵露思呢突然之间的官宣表白，让很多人呢都措手不及，当然肖战也措手不及。正当外界还在对此事摸不着头脑之时呢，赵露思呢就火速辟谣，但是呢这却更加引起了外界对赵露思的质疑。赵露思方面呢至今也没有回应外界的2点质疑，而且从目前的情况看上去，赵露思方面也没有想要继续回应质疑的打算。也正因如此呢，外界纷纷猜测赵露思有极大的可能性是在蹭肖战的热度，从而炒作自己，提升自己的关注度和热度。随着舆论的发酵呢，赵露思时隔1天之后发文称从未伤害过任何人，疑似回应了这一切与自己无关。本以为呢这场风波就会结束，但是随着于正的主动参与，让赵露思又出现在了风口浪尖之中。11月3日 CCTV 电视剧官方微博发布长文，并抛出话题为蹭出来的热度能够维持多久，随后引起外界广泛热议。文中呢，央视对流量和热度进行了全面的分析。如今呢，仅热度去判定一位艺人，那么流量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，但是对于艺人来说，热度仅仅是维持自己不被快速淘汰的一个方式。除了热度之外呢，艺人本身的专业度、口碑以及外界形象名誉等方面才能够体现一位艺人价值的标准。流量虽然能给艺人带去名利，但是那终究是昙花一现。对于任何一位明星而言，流量都会给他带去两面性的结果。一方面是更加激励他们不断向前进步，未来以更多更好的作品回馈粉丝，这也是最好的结果。另一方面则是艺人在巨大流量所带来的掌声和鲜花中迷失自我，从而放弃了自己内心的那份初衷，这就是最坏的一种结果。如何利用流量优势去展现自己的艺人价值，其实在于很多方面。艺人最主要的仍然是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，以最好的表现去证明自己。央视的这段长文其实很客观也很有道理。如今的娱乐圈确实已经成为了流量艺人的天下，流量已经成为了外界衡量一位艺人商业价值度的唯一标准，这也是整个行业的现状。但是央视的这段发文刚好就出现在赵露思风波之后，这也不免让外界纷纷猜测，虽然央视在全文中并没有提及赵露思的字眼，但是暗示性已经非常明显了，甚至有网友吐槽称央视就差点直接点名了。回到赵露思风波事件上，这件事呢本质上是赵露思连带肖战而引起的，所以央视此番表态似乎也有一种暗挺肖战的意味在其中。评论区呢也有不少肖战粉丝纷纷表示支持央视的此番言论，这已经不知道是央视多少次力挺肖战了。看得出来，肖战在央视的心中是具有很高的地位的。除了一次又一次得到央视的力挺之外呢，肖战的新剧疑似已经有了官宣了。据悉呢，近日网上有消息称朱颜的主演会是肖战，这同样是一部古装剧，目前已经有肖战粉丝开始在网上进行预告。虽然没有得到官方的回应，但是网友在某网站上发现这部剧的演员已经被确定为肖战了，而且与肖战搭戏的女演员同样是圈内有着很高流量的杨超越。肖战的王牌不久前刚刚杀青结束，之后网上也不断传出肖战已经接受了新资源，可见肖战在风波后的发展确实已经越来越好了。最重要的不止于此，肖战的余生也传来了最新的消息。据了解，余生请多指教已经定档了，具体的播出时间就定在了明年的1月份播出。早前有消息传出，余生会空降在今年11月份，而且还是人民的正义的替补剧。
但是如今看来，余生在今年播出也没有很大希望了。不过具体的情况依然需要等待官宣。但是总而言之，距离余生的播出时间已经不远了，期待肖战未来更好的表现。好，我们再来聊一下肖战代言产品上线1小时销售额达500万，全国各地区全面售罄的新闻。肖战虽然今年的曝光度不是很高，但始终活跃在各大热搜榜上。从2月底到现在，这次的事件不仅没有让他凉凉，反而是让他的商务资源和影视更上一层楼。从 CCTV 的节目和电视剧就可以看出，肖战的带货能力也是一如既往的给力。据悉，由他代言的啤酒品牌是唯一一个进入食品饮料 TOP 20的品牌。如今肖战新剧的播出指日可待了，等到那时估计还会有一波热购热潮，这时候恐怕在年初要与肖战解约的代言商该开始后悔了。尤其是最近临近双11，各大品牌的销量都呈暴风式增长趋势，何况是有一个强大代言人的品牌呢？据悉，肖战的最新商务上线1小时，销售额就达到了500万。这个带货能力和粉丝强大的购买力真的令人惊叹。这个品牌也是一直达成与肖战的合作共识，所以此刻双方共赢是双方共同努力所产生的结果，也是此次能够看出呢肖战强大的人气支持。这还要得益于黑粉一直以来的强大压力，导致肖战越来越成熟坚强，粉丝们也越来越团结有抗压性。但之前据传一位 UP 主发布了有关肖战的微博，一时间掉粉2万，这也是可以看出部分黑粉还在苟延残喘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哪一位顶流没有成千上万的黑粉？杨幂也曾经说过，感谢有人替他买热搜黑他，以此来帮他涨热度，但是这些钱还不如留下来给身边的人，给了他费力不讨好也没什么意思。希望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。不管怎样，肖战是迟早要回归的，人家一点点在变优秀，你和身边的人一点点在共沉沦，何必呢？好，我们来聊一下第3个新闻。没有人不喜欢稳定，那是一个未知的状态，大家都很好奇，可能恰恰是这份好奇让我继续走了下去。所以说呢，肖战其实是还是比较带有好奇心的，优点是特别多的，但身上的4个缺点呢很致命。粉丝呢表示最后一个让肖战改是非常困难的。最近呢，肖战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同时呢，也有许多前辈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，表示支持他、中意他。一些导演、编剧对于肖战他的作品也表示了肯定，也有很多圈内外的人士对他进行了一些指导和评价。比如最近的港星 TVB 一姐郑裕玲就在节目中大加赞赏肖战的《陈情令》，还积极向大家安利，而且对他本人演技也进行了夸赞，甚至表示对于几部他的未播剧也非常期待。虽然他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，好消息也很多，但是也仍然避免不了一些不和谐的言论声音的存在，甚至他不经常出现在我们大家的视野当中。但是网络上还会有很多人蹭他的热度，毕竟他无辜被打搅，网友也能够把各种舆论脏水泼到他的身上。毕竟我们知道，即使肖战8个月不曾营业，但是他的流量热度以及人气甚至比之前还高，而且他慢慢转型之后收获的是一致的好评，以及他身上的这种正能量行为更是被各种官方媒体进行报道和赞扬。其实江湖上不经常有他的身影出现，但是关于他的传说还是很多，甚至接二连三的闹剧也能够 Q 到肖战的身上，没什么不合适的。我们知道肖战是一个成熟、有魅力、温柔又坚韧的人，然而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或许一些做法没有一些娱乐圈的老人们有经验，但是他去抱着最大的那份善良和原则去对待一切声音和接触的人。刘喜玲指出肖战4个致命毛病，粉丝就说如果能改掉就不是肖战了。最近呢，刘雪龙导演在自己的博文上表示，发现肖战身上有4个毛病或者是缺点，
但却都不是大家那种平时所认为的那样的缺点，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意见。如果肖战能够改掉这4个毛病的话，相信他的事业会更上一层楼。然而粉丝看到肖战身上的4个毛病之后呢，都表示如果能够把这几点改掉的话，那他就不是肖战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是哪4个毛病。第一个，轻易的掏心掏肺和肖战接触过的人对他的好评印象，便是觉得他整个人都散发着那份善良，而且在之前的合作的剧组中，他也总是请大家喝东西吃东西，就连出去吃饭也大多数是他买单。这种轻易的对别人好的性格也容易吃亏。第二个，毫无底线的心软，倒不是说心软便是错，而刘喜龙导演所说的毫无底线的心软也有那么一丝的不贴切。肖战是心软，但是他也自己在采访中说过，绝对不是一个老好人的形象，更不是那种毫无底线的，所以这点呢，粉丝们也不是很认同。第三个，一错再错的忍让，或许在肖战看来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只要不触及到他自己的底线和原则，多一份宽容包容，甚至退一步都是可以接受的。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份善良，所以才能够长达8个月的网络风波，才能有那么多的舆论对他进行抵制。第四个，没有原则的善良。而刘喜龙导演提出的最后肖战身上的这个缺点呢，就是没有原则的善良。当然呢，也是被大家所公认的，善良没有错，做人应该保持那份善良，然而我们的善良应该去给那些值得的人，对敌人太过善良就是对自己的太过残忍。虽然这些道理我们都明白，或许肖战自己也明白，但是他的性格本就如此，如果真的可以改掉这些所谓的毛病，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独一无二的肖战了。而且有的时候这几个看似是缺点的东西，反过来说也不正是他身上独特闪闪发光的点吗？没有必要会因为他人的言行而改变自身，只要继续保持自己的态度，坚持自己的想法，他一样可以做娱乐圈的最善良、最温暖，甚至是一股不同寻常的清流。好，今天针对肖战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